无畏曲折迷离，K 姐一起探秘。大家好，我是 K 姐，欢迎回来。今天的故事先要从一个视频说起，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看过啊？在2006年11月4日，一段关于一种巨大的未知海洋生物的录像被人匿名发到了网上。尽管视频的清晰度很低，但当这个生物靠近镜头的时候，人们依稀可以看出它有着细长的腿和胳膊。由于这种奇特的类人生物在传说中通常潜伏在南极洲的海岸，而且有人怀疑它是日本科学家秘密制造并投放在南极洲的，因此人们根据日文发音把它命名为宁恩或者宁根，也叫南极人造人。一些外星人研究专家曾表示，宁根其实就是一种南极外星人。不过，由于缺乏强有力的证据，很多人并不相信宁根的存在，还认为这段视频是伪造的。但近年来，有关宁根的照片和视频，还有目击证人也出现了不少。那这些证据能否表明海洋中存在着外星生物呢？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一些科学家们在海洋里找到的外星生物。海洋虽然占了地球表面积的71%左右，但人类至今只探索过其中不到5%的空间，因为人类当前的科技水平还不足以支撑人类进行长期的海底探险活动。科学家们也一直想知道，在海洋的深处究竟有着什么。一些科学家曾坦白地说，就连他们也一点头绪都没有，因为截至目前，人类对火星表面的了解都要多于对海底深处的了解。而随着人类在海洋中探索的越来越深，更多奇怪的发现逐渐暴露在了公众面前。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说法是，我们的海洋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外星实验室，其中隐藏着许多神秘的外星物种。而近年来，很多有关海洋的科学发现似乎都能够证明这一说法。那么，在海洋的深处真的存在着外星生物吗？这些外星生物又究竟是来自哪里呢？据记载，在1875年，主流科学界依然认为生物不可能在海平面550米以下生存。但没过多久，一支科学探险队就在那个深度发现了超过4700种新的海洋生物。而在100多年后，一个更了不起的发现出现了。1977年2月，在距离科隆群岛东北方向约400公里处，科学家们在海平面以下2400多米的地方有了重大发现。位于那里的海底附近有着一个深海热泉，大家本来都以为那里不可能存在着生命，但让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一地区不但真的有生命存在，而且还充满了在地球上其他地方从未发现过的生物。科学家们在那里发现了巨型管虫，它们有着较大的身躯和漂亮的颜色，在那里还生活着各种虾、蟹和鱼。深海热泉的周围之所以能够形成一种特殊的水下生态系统，其核心就在于一种不同寻常的食物来源。在没有光线的海底，那些生物获取能量的方式就类似于光合作用，只不过它们所利用的不是阳光，而是深海热泉所产生的大量含硫化合物。这一现象的发现让当时的海洋生物学界感到震惊，而考虑到这些奇特的生物已经被人类所发现，那么像宁根这样传说中的海怪也有可能存在吗？目前虽然还没有发现能够证明宁根存在的有力证据，但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有另一种和宁根一样神秘的生物就潜藏在海洋的深处，它就是能够永生的灯塔水母。灯塔水母是一种半透明的小型水母，人们可以从它的外部观察到形状像灯塔一样的红色消化系统，灯塔水母也因此得名。而这种看似不起眼的生物却有着一项非常特殊的技能，当外界条件变得不利时，比如温度变得太高，使海水的盐度发生了变化，灯塔水母就能够从成年期变回到幼年期，并重新开始生活。所以基本上灯塔水母只是在不断的返老还童，理论上这个过程没有次数限制，因此人们都认为灯塔水母可以获得无限的寿命。但问题来了，海洋里为什么会存在着一种与其他已经发现的地球生命形式截然不同的生物呢？科学家们还没有答案。
但有些人认为答案可能很简单，这些能够永生的水母以及其他可能存在的深海异兽，有可能根本不是我们这个星球的原生生物，而是从太空来到这里的。事实上，这一看似毫无根据的观点，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科学发现来证明它的可能性。2014年8月19日，俄罗斯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上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他们看到在窗户外面贴着一种常在水下能见到的浮游生物。这一发现很快就引发了科学界的关注，而最终参与这项研究的科学家团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们认为宇航员是不可能把微生物带到距离地表400公里之外的太空的，因此它们很有可能是一种来自外太空的外星生命。这一确凿的证据不但表明有生命能够在太空中的极端条件下生存，而且也很有可能随着人类的活动被带往地球。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些和我们人类所熟知的生物截然不同的物种，比如那些灯塔水母啊，或者说是传说中的人形生物宁根等等，都很有可能不是来自于地球，而是来自于外太空。你们知道吗？20多年前，科学界公认的不会有生命的深海，现在都被一一证实，那里的确可以存在生命。如果外星生命真的居住在地球的海洋中，那他们是被人类活动偶然带到地球上的吗？还是说他们是被特意送到这里来的呢？科学家们在一块陨石上找到了更多的线索。在1974年的12月19日，剑桥大学的一位天文学教授钱德拉博士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并在科学界引起了轰动。当时的科学界主流认为，地球上的生命是由原始海洋中的有机化合物而自发产生的，但科学家们仍然不确定生物是如何从没有生命的物质演变出来的呢？与主流相反的是，钱德拉博士认为生命根本不是在地球上开始的，而是通过陨石从太空传送到我们的星球来的。这就是大家以前可能听到过的宇宙胚种论。它介绍了2种类型的生物起源说。第一类是说，生命是搭载在彗星上的，并通过陨石或彗星在宇宙中的穿梭来进行传播。第二个说法是，位于一个遥远的星球上的高级外星物种会故意向特定的行星发送构成生命的基本要素。同时，这个想法也指出了，也许在很久很久以前，地球是被外星人所占领的。几十年来，主流科学家以生命无法在太空的极端条件下生存为由，摒弃了宇宙胚种论。但俄罗斯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所发现的海洋浮游生物，确实证明了在太空极端环境下是可以有生命存在的，并且还有可能被陨石带到地球上。时间来到2019年3月，这一天，研究学者乔治欧·托卡洛斯在英国开放大学与另一位行星科学家陈凯珊博士进行了会谈。陈博士最近分析了在1998年发现的2块陨石，他在其中发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那是一种含有液态水的盐晶体。而乔治欧此行就是想知道，这一发现可能意味着什么呢？它是否能进一步证明地球上的生命是来自外太空的呢？据陈博士介绍，这2块陨石是在1998年降落在地球上的。经过检验，他们在陨石的蓝色盐晶体中发现了液态水和有机物。这时可能有人会说了，也许这水是在陨石落在地球上之后才沾染上的，比如会下雨，或者是掉到有水的地方。但陈博士解释道，这种可能并不存在，因为这2块被研究的陨石在掉在地面上后，很快就被科学家带走了，而且它们是掉在了完全干旱的地方。陈博士继续介绍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在陨石中发现水和氨基酸。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氨基酸是蛋白质的组成部分，也就是生命的基石，所以在陨石上的水中发现了氨基酸，可以说是一项重大的发现，让人十分的意外。陈博士的发现表明，伴随着陨石从外太空来到地球的蛋白质已经在地球上有了生命的迹象，这不免让人感到兴奋，同时也确实表明了地球并不是唯一一个存在生命要素的星球。陈博士接着向乔治欧展示了一台能够分析纳米级陨石样本的机器，
他用这台机器将在陨石中发现的氨基酸同地球上的氨基酸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二者并没有差别。陈博士告诉乔治欧说，这可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发现，生命以一种人类尚未弄清楚的方式被带到了整个太空。也就是说，这些构成生命的基本要素在宇宙中是无处不在的，而生命很有可能就是从地球之外的地方开始的。既然是这样，那些带着外星有机物的陨石不仅会落在地球陆地上，也很有可能会落在我们的海洋里。而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奇怪的生物，说它们来自于外星就很有可能了。